反正孩子都要看电视，不如让他看中文节目，这样孩子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也能学一点中文。我们当家长的把 iPad 递过去的时候，心里也舒服一些，一石二鸟。但是孩子看中文节目真的能学到中文吗？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跟你一起探讨在海外培养孩子中文那些事的 Misugi。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理解输入 comprehensible input。 认真听哦，待会你会用这个概念来回答我们刚才提到看中文节目是否能让孩子学到中文这个问题。这个概念是我的偶像，著名的语言学家 Stephen Krashen 提出的。 Probably the best kept secret in the profession. We acquire language in one way and only one way, when we understand messages. We call this comprehensible input. We acquire language when we understand what people tell us, not how they say it, but what they say, or when we understand what we read. 语言的输入包括听和读，可理解输入是指我们在听到的和读到的语言里明白了所要传达的意思。可理解输入不要求你听懂或者读懂每个单词的含义，只要你把整段话的意思弄明白了，那这段语言输入对于你来说就是可以理解的。举个例子，你听 Misugi 说，我已经吃了 Dozi 当点心了，我晚餐就不想再吃 Dozi 了。你不知道 Dozi 是什么意思，但是通过吃点心和晚餐这两条信息，你可能已经意识到 Dozi 是一种食物。所以我说的话对于你来说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其中有你不懂的东西，但不妨碍你理解了整段话的意思，让我们的交流能持续下去。那 Dozi 在 Misugi 的家乡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两个选项， A 柚子， B 桃子。你猜猜看，记住你的选择，影片的最后我会揭晓答案，看看你猜对了没。相反，你聽 Misugi 說，我摘一朵 apple，A 號是有 apple， 你的 apple 好會笨啲。這是我用家鄉話說的，你聽明白了 apple 的意思，但是其他的你都沒聽懂，你不知道 Misugi 要拿這個 apple 來幹嘛，因此這段語言輸入對於你來說是不可理解的。 Stephen Krashen 提出，最佳的可理解输入是在孩子不一定懂得每个单词的含义，但是仍不妨碍他理解整段话的意思。语言的习得是通过信息交流，潜意识在收集和掌握那些稍微高出自己语言水平的知识，内化后再进行更高水平的信息交流的一个循环过程。那就是说，如果孩子听不懂一段话的意思，那他的潜意识就没办法去收集有用的信息，就好像他去寻宝，但是却不知道宝藏是什么，它长什么样子，最终注定他什么都找不到。我们弄清楚了可理解输入的概念以后，我相信现在你已经有能力回答我们开篇的问题，看中文节目能让孩子学到中文吗？你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去休息一下，拜拜。你回答出来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对一下答案吧。如果孩子听得懂中文节目的内容，有用。我家的孩子们最喜欢的节目之一是中文版的《海底小纵队》，讲的是由8个可爱的小动物组成的水下探险队，他们在全世界的海洋中搜寻那些急需救助的海洋生物。我把链接放在描述栏里，有兴趣的话，你去看一下是否适合你家的孩子。我家的孩子们通过看这个节目，学到了很多关于海底世界的知识，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主动聊起的中文词汇，例如各种各样的海底生物、海洋里的突发情况、救援中的难题和办法等等。因为我的职业敏感，我自己的孩子每一次在词汇上或者是语言表达上的提升再细微，我都能感受到。而且这个节目让他们对海底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告诉我他们在节目上看到的内容，以及问我一些相关的问题，一来一往的交谈，他们的中文在无形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因此我认为在孩子听得懂节目内容的情况下，看中文节目对他们的中文学习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如果孩子听不懂中文节目的内容，
没有用。我之前在网上看很多家长吐槽，为了让孩子学英文，他们花重金买了英文版的小猪佩奇，结果孩子们只学会了猪叫，而且见到水坑泥坑就往里面跳。这就是当电视节目的语言远远超过了孩子的理解能力水平，那些我们大人以为有用的语言输入，对于孩子来说，因为不可理解，只是噪音而已。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疑问，可是孩子看得津津有味啊，你问他的话，他还能说出个故事的大概来呢。心理学教授 Albert Mehrabian 提出一个著名的78355定律，他的研究表明，有效的沟通包括3大要素：肢体语言、声调和说话内容，它们的重要性比例是55比38比7。55%是肢体语言，来自于看得到的仪态、姿势、表情、动作等。38%是声音，来自于谈话时的语气、语调、速度。7%是说话内容，来自于实际说出口的一字一句。你闭上眼睛想一想，孩子看到的动画片是怎么样的？鲜艳的色彩，夸张的表情，高低起伏的声音，明确的人物关系，简单的故事情节。这些画面和音效本身就已经能够帮助孩子理解节目的内容，因此孩子没有必要努力的去理解听到的中文或者英文的意思。能从看电视的过程中学到几个新单词，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你不确定孩子到底是通过画面和音效，还是语言本身来理解节目的内容？很简单，找块布把屏幕遮起来，看看孩子能不能听懂节目的意思，就可以测试到孩子的理解途径了。今天我们通过了语言学家 Stephen Krashen 的可理解输入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心理学家 Albert Mehrabian 对有效沟通的肢体语言、声调和说话内容进行重要性划分的78355定律，解释了给孩子看中文电视对孩子的中文学习有没有用这个问题。简单总结一句，如果孩子能够理解中文节目的语言本身，有用；如果孩子听不懂，没有用。最后我想提醒一句，给孩子看中文电视对孩子的中文学习只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大人有强迫自己学习语言的动力和能力，关在房间里看视频就成功学会外语的大人有很多。例如这个 YouTube 博主 Rory 分享了他自己通过看视频学会了英语的经历。Watch every single day, at least 1 hour of YouTube, Netflix, whatever you have chosen. I was watching about 3 to 4 hours every single day in English, so yeah, do that. 但是孩子没有大人的那种自主学习的意识，看电视对于他们来说就只能是娱乐而已，没有双向的语言互动，单靠看电视节目这种单向的中文输入，孩子是不可能说出流利的中文。今天的问题是，你的孩子几岁了呢？他最喜欢的中文节目是什么？请在留言区跟我分享，我会把你们的留言汇总起来，再做一期中文节目的推荐视频，供更多海外华人家长参考。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多子，桃子 peach。我已经吃了多子当点心了，晚餐我就不想再吃多子了。答案是 B， 桃子。你猜对了吗？